有沒有聽過中國外送非常厲害？台灣可以跟他們比嗎？台灣外送這種行業的狀況是怎樣？中國呢？台灣媒體有沒有跟你分享館長鍾明軒真正的去中國的那2位？用我的雙腳去大陸3次，我看到當地人民的生活。有講到嗎？我們看看中國人怎麼說。你們可別再說什麼失業了大不了送外賣這種話了。所以他的意思是在中國有一種普遍現象是，如果你失業，中國不是都有工作嗎？大家都有房子，大家都很有錢嗎？怎麼會有失業這件事？想問一下剛畢業的小伙伴們，你們找到工作了嗎？請問你們找到正常的工作了嗎？反正我是沒有，找不到一點。你知不知道中國曾經把失業率的數据隱瞞，他們沒有繼續更新了？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？而且人民怎麼接受這樣做？這個就是獨裁跟民主國家的差別。你想想看，你變成獨裁國家，如果你也是清醒的人，加入我們吧。所以这位小姐會覺得很多人的說法是，如果你失業後你可以做外送，但是她不是這樣認為。你們可別再說什麼失業了大不了送外賣這種話了。先不說送外賣這個活你能不能幹得了啊，就算你能幹下來你也幹不了。她的意思是，不管你要不要做這份工作，你做不下去。为什麼？因為現在大廳都沒單子了。單價低我都不說了，現在就是除了午高峰單子多可以多掛幾單，其他時間段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單子。意思是比較少人會想要外送，怎麼會是這樣子呢？會不會因為中國經濟非常不好？但是中國經濟不好，台灣媒體怎麼不說？還有人會一直宣傳中國有多麼繁榮？為什麼？他們到底想要騙誰？他的意思是，已經不是一個你要不要接一些比較便宜的工作，而是沒有工作。那我問你，沒有工作的社會會不會引發有一些比較不安全的狀況？因為你沒有工作，你會做一些非法的事情。這個是中國人本身的問題嗎？或是中共這種獨裁體制之下制造的問題？簡單的說，問題是中國人或是中共。而且難道你們沒發現，你們現在點外賣的時候，那個外賣送的越來越快了嗎？都沒有什麼超時了嗎？因為大家外賣員都在單飛，都手裡都沒有單。而且你看現在6點半，外面非常的黑，而且特別的冷，風巨大，寧波的這個天氣，我的手已經凍得你看都屈不了了，伸不直了，真的好冷。意思是做這樣的工作非常的辛苦，他們的競爭非常激烈。那你想想看，台灣外送會有面對這樣的問題嗎？我相信台灣外送這種工作也沒有完美的，有時候也算是一個比較辛苦的工作，但是可以跟中國比嗎？而且我曾經也有聽過中國外送非常快，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快？你有想過嗎？會不會是因為他們的競爭非常激烈，所以為了工作他們會非常拼命？那你想想看，如果台灣以後被中國併吞，你這一位不管政治，只要好好工作賺錢就好，會不會受到影響？這個禮拜我沒有討論政治，我討論的是日常生活。但是問題是，政治對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影響。你住在一個獨裁國家，跟住在一個民主自由國家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。台灣人，你們過得太爽了哈！當然，台灣不是完美的，台灣工作也是有很多問題。但是如果你去外面跟其他的國家比，你會發現台灣人非常幸福。但是莫名其妙，如果你沒有離開過台灣，你沒有在國外工作過，你會覺得台灣快不行了。這種想法從哪裡來的？會不會是從教育跟從媒體來的？那你知道台灣媒體很多背後有誰嗎？你不知道，你應該要知道吧？因為你的想法很多不是從你認真思考研究一個議題，而是你看媒體出來的。那是為什麼我覺得在台灣有獨立媒體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也是這麼認為，你加入我們吧。因為台灣媒體會報道這樣的新聞嗎？會認真讓你了解中國真正的狀況怎麼樣嗎？根據我了解，並沒有。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中國人真正的面臨的狀況對台灣不重要嗎？或是因為媒體的
老闆不想要讓你知道，了解中國人的困難是在兩岸人民之間挑撥離間嗎？隱瞞這樣的故事對誰有利益？為什麼在台灣有一些聲音會說，我真的覺得他們對他們現在的生活是content， 我有意思就是我覺得其實是滿足的。我是真的覺得他們其實是对這個生活方式，我覺得他們其實是 OK 的。你確定中國人對自己的生活是滿足嗎？如果之後中國外送公司加入台灣市場，台灣外送這群人會不會受到影響？你想要有這樣的變化嗎？我沒有，那是為什麼我拍這樣的影片。無論怎樣，非常感謝你，我是黑廚師。你看這一集，下次再會。報告，我自願去台灣邊送外賣邊勸台灣人民回歸祖國。台灣一日不回歸，我就一日不回來。